我家第一个是我在北京的家，第二个家是在沈阳的家。在北京，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都很冷。它虽然也是家，但是它没有像沈阳一样很可爱。对，我在说沈阳可爱的同时，就是也在说我姥姥这个人也很可爱，很喜欢，特别喜欢在我姥姥家待着。他在楼下有一个小菜园儿，我基本上每一次回去，他都会很骄傲的带着我去看他的小菜园，跟我说这是什么瓜，那个是什么水果，说冬瓜什么时候可以摘，南瓜什么时候可以摘啊，黄花菜什么时候结叶子，这些趴在叶子上的小虫子哪一些是不好的，哪一些是好的。然后他用这些他自己种的菜回去自己炒出来一些不太好吃的饭，端上来给我和我姥爷吃。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姥姥是个教师嘛，他自己写过很多很多小故事，都在沈阳出版过。他会把这些小故事背熟了，晚上讲给我听。我基本上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都是听着我姥姥讲故事睡着的。有的时候这个故事讲了很多很多遍，然后我还是会不厌其烦的再去听一遍。那个时候我姥爷岁数也不小了，摔一下还挺严重的，所以就落下病根了。基本上都是我姥姥在忙着家里的事情。不管之后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姥姥还有她的这个菜园子，还有我在沈阳的这个家，在我的潜意识里都是不希望它变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家是一个可以寄托我的精神的这么一个地方，寄托记忆，寄托我对家的思念，像一个储物柜一样，带着自己密码的一个储物柜。如果密码变了的话，很像忒修斯之船，全部零件都换了一番，看起来可能还是这个家，但是它本质上如果不去深挖的话，可能是没有办法察觉得到的。但是肯定是知道，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都变了的话，那家沈阳包括我姥姥至于我都会随着这些变化而变化，它就不再是我之前熟悉的那个家，也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沈阳，也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我姥姥了。